昨夜，肖战在演唱中的一句歌词，再次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注意。真正让大家产生联想的，并不只是歌词本身，而是其中一些词语与此前王一博生日相关动态中出现过的文字，似乎存在某种巧合。尤其是砍腿、砍手这类听起来有些特别的表达，更让熟悉两人过往互动的观众忍不住重新回听。如果只听一遍，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不过是一句普通歌词。但当一些网友把歌词与过去的文字放在一起比较时，却发现其中似乎存在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当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歌词中的文字究竟是不是在指向某个人，目前并没有得到肖战本人明确确认。因此，与其直接下结论，不如把重点放在这些细节为什么会让观众产生如此强烈的联想。而这恰恰也是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地方。娱乐圈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表达，而是一些看起来非常普通的小细节。一句话、一个词、一个曾经出现过的表达，单独看可能毫无特殊之处，但当它与过去某个时间点、某条动态或者某段记忆发生联系时，意义就可能完全不同。这一次也是如此。一些观众注意到，肖战昨夜演唱中的部分歌词与此前王一博生日相关内容中的某些文字，在表达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到底是巧合，还是创作者有意留下的文字呼应？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答案。但对于长期关注两人的观众来说，他们显然更容易捕捉到这种微妙的语言变化。因为真正熟悉一个人的人，往往不是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认出熟悉感，而是通过一些别人根本不会在意的小习惯、小词汇和小表达。这件事情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其实不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为什么一句普通歌词能够引发如此大的讨论。答案可能就在于语言本身的暧昧性。如果一句话非常明确地说出某个人的名字，那么观众很容易判断他究竟指向谁。但如果表达足够含蓄，只留下几个可以产生联想的关键词，那么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记忆去理解。有人认为只是巧合，有人认为这是歌词本身的艺术表达，还有人觉得其中可能隐藏着只有当事人才真正明白的情绪。这三种理解都不能简单地说谁一定正确，因为在没有本人回应之前，我们无法把观众的猜测当成事实。但是，艺术作品本身就是允许观众产生不同理解的。一首歌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有时候并不是歌词直接告诉你我在想谁，而是让你在听完之后，突然想起某个人、某段经历，甚至某一个已经被遗忘很久的瞬间。更加有意思的是，这次讨论并没有停留在昨夜的演唱。部分网友开始重新寻找王一博生日时期的相关文字，并把其中一些表达与肖战这次的歌词进行对照。这种前后呼应的观看方式，其实在粉丝文化中并不少见。当一个新的细节出现以后，观众往往会回到过去寻找线索。原本已经看过很多次的内容，在新的信息出现之后，也可能突然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这就像看一部悬疑电影，第一次观看时，你可能只关注剧情，但当你知道结局之后，再回头看前面的某个镜头，才会发现导演早就埋下了伏笔。当然，现实中的人物和作品并不是电影，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几个词语相似，就认定它们一定存在联系。但这种重新回看过去的过程，却解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持续发酵。很多网友讨论这件事情时，会特别关注是不是暗号。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真正让人感到温柔的，并不是所谓的暗号，而是大家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的情绪。因为人与人之间真正深刻的关系，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公开表达来证明。有时候，一句话只有当事人知道真正含义。有时候，一个普通的词，在特定的人听来，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重量。这也是为什么一句普通歌词，在不同观众耳中，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解读。有人听到的是歌曲，有人听到的是故事，
还有人听到的是属于某段青春的回忆。所以，与其急着证明他们到底是不是在互相表达，不如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被这些细节触动？或许答案并不在歌词本身，而在观众赋予它的情感。在相关讨论中，还有一种声音特别明显，那就是有人认为这些细节似乎是在向外界证明两个人之间存在某种真实而特殊的关系。但这里必须保持理性。公众人物之间的真实关系究竟是什么，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外界看到的采访、舞台、社交平台内容以及歌曲歌词都只是公开信息。我们可以讨论，可以分析，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感受，但不能把猜测直接当成事实。这不仅是对肖战和王一博的尊重，也是对观众自己的负责。真正长久的关注不应该建立在强行寻找证据之上，而应该允许作品保持一定的空间。喜欢一个人的作品可以，喜欢两个人之间曾经留下的故事感也可以，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给现实留下一点边界，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互联网时代，真正能够留下记忆的未必是最直接的话语，反而可能是一句没有解释、没有说明，甚至没有明确对象的歌词。正因为它没有把答案写出来，所以大家才会不断思考。而这也正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同一首歌，今天听是一种感觉，几年以后再听，可能又是另一种感觉。同一句歌词，对于普通听众而言，可能只是旋律的一部分，但对于经历过某些故事的人来说，却可能突然拥有特殊意义。所以，昨夜这句歌词究竟是不是某种特殊表达，也许并不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它为什么能够让这么多人停下来，再听一遍，再看一遍，再回忆一次。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它产生了足够强烈的情绪共鸣。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砍腿、砍手之后，下一句究竟在说什么？有人认为这里存在特殊含义，有人认为只是歌词巧合，也有人觉得是观众把过去的记忆带入了新的作品。在没有当事人亲自解释之前，我们都没有资格替他们给出最终答案。但我们可以保留好奇，也可以享受分析过程。也许真正有趣的地方，就是答案始终没有被完全说破。因为有些故事，如果所有细节都被解释得清清楚楚，反而少了一点想象空间。所以这一次，我们不妨把它当作一次关于歌词、记忆和情绪的讨论。如果你重新听过肖战昨夜的演唱，你认为那些文字真的存在特殊呼应吗？你觉得它只是巧合，还是其中可能隐藏着只有熟悉他们的人才能发现的细节？又或者，你认为我们其实不需要寻找所谓的答案，只需要尊重歌曲本身带来的感受？欢迎把你的看法写在评论区，也欢迎大家理性讨论，不攻击任何人，不把猜测当成事实，让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理解。感谢大家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歌词、细节和公开信息出发的深度分析，欢迎点赞、订阅和关注频道。我们下一期再一起寻找那些藏在普通文字背后，却总能让人忍不住多听一遍的故事。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